今天我要用麦片和豆腐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大家早餐不知道有没有吃麦片的习惯，可以留言跟我分享。如果有吃麦片的习惯，那这部影片就可以用随手可得的麦片来做菜了。我们家的干货区也一定会有麦片，因为孩子们晚上肚子饿啊，就会加豆浆。加热豆浆放在豆浆里面一起去这样子搭配着吃，很快速又很简单的就可以给他们填饱肚子了。做菜前呢，先来跟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低额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菜色、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rste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麦片和豆腐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先来把马铃薯削皮。马铃薯是我们家很受欢迎的食材，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马铃薯料理。把马铃薯切成薄片状。之前我很常到好市多买马铃薯，它的重量大概一袋是1公斤左右，非常的多。我发现我很常吃到最后马铃薯都发芽了，所以我发现最好就是到菜市场买需要的量回来就好了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这里的分量是80克。红萝卜准备20克，先削皮。红萝卜我也很常会备在冰箱，大概库存会是3条，不会库存超过3条。买回来后我会1条切丝，1条切块，1条不切。切好的红萝卜放进保鲜盒抽真空保存。把红萝卜切成薄片，分量够了，剩下的就切成滚刀块，可以放冰箱冷藏保存，明天可以煮咖喱用。这样要做菜的时候就会省掉一点备料的时间。红萝卜放入碗中，准备拿去蒸。外锅放1杯水，用电锅蒸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准备30克的核桃，我本来想要用腰果，然后看到旁边有核桃，我觉得也很适合这道素丸子的料理。这是我在烘焙材料行买的生的核桃，那如果有时候嘴馋要吃的时候，我就给它烤一烤，它就很脆很好吃了。把核桃切碎，用食物调理机打碎也是可以的。再来切更碎一点，把核桃放入盘中，1朵香菇用热水泡软。豆腐要选择这种板豆腐，不要用嫩豆腐。这里的豆腐分量是100克，把豆腐放进纱布袋里面，挤干水分。豆腐的水分一定要挤干，不然做出来的丸子会很湿，粉就必须要放很多了。把挤干的豆腐泥放入大碗中，麦片准备30克。从麦片中可以摄取到丰富的纤维与优质蛋白质。吃麦片可以轻松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。把麦片用3汤匙的水泡开。如果养成吃麦片的习惯，有助于调节血脂，让身体不易形成体脂肪，达到健康减负担的生活。香菇这时候也泡软了，挤干水分，把香菇切丝，排整齐，切小丁，把香菇放入盘中。黑芝麻粉准备1汤匙，我很喜欢吃黑芝麻糊，还有黑芝麻包子。大家喜欢吃黑芝麻吗？黑芝麻富含钙质，钙质含量多出同重量的白芝麻接近快20倍左右，属于高钙的食物。而且芝麻里的钙质是属于非常好吸收的钙质，大家可以在果汁里或是豆浆里面加1汤匙的黑芝麻粉补充钙质。黑芝麻好处很多，大家就可以多吃。我们的马铃薯和红萝卜都蒸熟了，给它压成泥状。我们家女儿最爱吃马铃薯泥了，
放点纯素奶油，一点盐，他就很喜欢了。压成泥状了，来放入豆腐泥里面，再来放入麦片、香菇、核桃、黑芝麻、1茶匙盐、半茶匙白胡椒粉、1茶匙糖、适量的橄榄粉、百里香叶来一些，没有的话可以省略，增添不一样的风味。先把所有食材混拌均匀。都充分拌匀了，现在可以准备来捏了。今天要捏成蚵仔的形状，所以取小小一球，放在手上搓圆之后压扁，搓成椭圆形状，这样就很像一个蚵仔了。再来做一个素蚵仔。不用到特别规则的形状，大概是椭圆形就可以了。做素蚵仔就要比较有耐心一点，因为它的分量很小很少，所以每一颗都要搓，会做比较久一点。丸子的话，因为形状比较大，所以2、3下就可以搓好了。蚵仔做好后，给它裹上地瓜粉。地瓜粉裹好了，现在来拿去炸。锅内放入足够的油，把素蚵仔放进来炸。先让它炸定型，等下再来翻动。可以用筷子感觉看看，感觉表皮有比较定型，这时候轻轻的推。让它的颜色均匀上色，炸得有焦感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素蚵仔炸好了，现在来调酱汁。磨大约5克的姜泥，番茄酱1汤匙，素蚝油1汤匙，凤梨醋1茶匙，没有凤梨醋的朋友可以用白醋，香油1茶匙，1茶匙糖，1汤匙水，把所有调味料拌匀。这是简单版的5味酱。酱汁充分拌匀了，可以了。来试吃素蚵仔，刚刚有闻到很像芝麻香，现在来试吃看看。满嘴的芝麻香啊，还有咬不到那个核桃的颗粒感，很香哎，整个满满的坚果香味。然后麦片呢，整个膨胀起来，我觉得可以代替面粉。这次我完全没有放面粉，只是外层裹一点点的地瓜粉而已，里面那些没有面粉哦。吃吃看，简单版的5味酱。好好吃哦！我觉得这个酱可以拿来配水饺，拿来沾水饺吃。成功，很好吃，大家一定要试做看看。有芝麻，有黑芝麻，有燕麦的朋友就可以来试试看这道了。
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food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我这样一个接一个会吃8次瓜。